這次互助養老危險在哪？独創了。因為國外咱們都知道，它實際上做这個東西，银行是一個生產力價值的保存跟使用，勞動力積分銀行，這是這個項目的關鍵。中共獨創在哪？把關鍵地方去掉了。那個事兒能實施，是因為政府有資金跟信用擔保，把那個去掉了，變成了一次完全的社會的互助，單純變成低齡老人的自願和非盈利行為。中共就等於在這個過程中放棄了所有政府應該承擔的責任。所以那會不會由此政府會出現什麼？以後互助修路、互助維護房屋、互助救助低保、互助救助失業等等，會不会都出现？就是中共这个政府很神奇，收的全世界最贵级別的稅，直接稅、間接稅都收，人家國家收直接不收間接，收間接不收直接，中共都收，還制造了最複雜、最亂的一種亂收費制度，然後各種領域中不斷的幹壞事，比如說電動自行車的更換社保制度的改變，無底線壓榨民眾，這已經很壞了。結果掙了這麼多錢，你財政收入有了，你要支出啊，你要給民生服務啊，原來就很少，現在乾脆就他媽放棄了。原來你在醫院什麼就很少給10%，現在你他媽拿了這些東西，你連養老都幹都不幹了，全推給社會。所以如果這個信號出現，如果再在其他領域又看到中共出的什麼互助這種相關詞，大家知道那就是我講這個東西，中共國的剝削和壓榨就要進入深水區了。也就是他自己的財政體系和內部的政府的內部的爭鬥，導致他把所有收的錢都他媽不能給社會了，不是自己用就是剝削了。然後怎麼辦呢？老百姓的活全給你收走，然後你自己解決自己。所以這我講是一個極危險的信號，聽得明白了嗎？所以現在呢，我們只能說，我們現在要看着這個量變跟質變的速度希望盡快中共政府能夠被推翻，把中共剝削人民的所有財富能拿回來讓華夏這個大地恢復光明。否則這種奇葩的政策出來，看前景太他媽讓人傷感跟震驚了。你需要國家政府幹嘛？錢你全他媽拿了，活什麼都不幹。